想象一下，要是真有那么一本解读事物趋势的说明书，那最关键的操作指南，你觉得会是啥？在梅花易数里头啊，很多人都说这个核心指南其实就是体用生克。体用深刻，对，更准确的说，它是一套逻辑框架。逻辑框架。是的，用来分析你就是主体和事也就是客体，它们之间这个互动关系，有点像开车时候的方向盘加上仪表盘。哦，方向盘和仪表盘。能告诉你一个大概的吉凶、事情快慢，还有可能的走向。要是抓不住这个核心呢，就算你把64卦背得滚瓜烂熟，实际判断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点迷失方向。听起来这个体用深刻确实是关键中的关键了。那今天我们就好好深入聊聊梅花易数里这个体用深刻篇的核心内容，对吧？对，咱们尽量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把它拆解开来，看看这套思维工具是咋回事。好，争取让大家就算是完全零基础的朋友，也能稍微抓住点其中的智慧，看看能不能帮我们看清一些事物运行的基本脉络。是这个目标。那要掌握这套方法，是不是得先从它的基础心法说起？就是那个，要灵活变通，不能死板。书里好像提到了一个叫心意的概念。没错，心意。但这个心意啊，它不是让你凭空瞎想，它是强调你要用我们内心的那个常理。常理就是生活经验。对，生活经验、日常逻辑，用这个去连接那些比较抽象的卦象和具体的现实。梅花易数整个体系，它的核心就在于一个易字，就是变化。变化。对，所以占卜啊，不是说让你去对号入座，死守一个卦的字面意思，关键在于得根据你当下遇到的那个具体情况，灵活的去理解、去变通。我明白了，就是说不能把卦象当成一个死的标签贴上去。比如说书里举那个对卦的例子，它本身是有少女的意思，但实际用起来好像远不止这个。是的，是的，用法非常灵活。比如你占卜丢了个东西，得了对卦，对卦它不是有口的象吗？那如果你是占人际关系呢，对卦也代表口舌，这就可能暗示，对方这个人比较能说会道，或者你得注意一下是不是有言语上的冲突。甚至啊，你占今天吃点啥，这个对卦，因为它形状上有点像那种开口的器皿或者带壳的东西，它就可能指向比如说花生、瓜子或者贝壳类的海鲜。这个就有意思了。所以关键点就在于，得看你当下问的是什么事儿，然后从这个对卦的众多含义，比如口、说、破损、沼泽、喜悦、西方等等，选出那个最符合当前场景，而且也符合常理的那个意思。完全正确，就是这么个思路。那书里面邵康节先生那两个特别有名的占卜案例，就是那个官媒占和牡丹占，是不是就是为了说明这个变通有多重要？确实是这样，这两个例子特别经典。比如那个官媒占，他看到梅花，然后起卦得到是革卦，革卦本身就代表变革变动嘛，他就判断说会有女子来折花，后来果然是这样。但这绝对不等于说以后你见到所有的革卦都代表有女子折花，那肯定不是，对吧？比如说，要是冬天占到革卦，可能就是有人在修剪树枝；如果在办公室占，可能就是岗位要调整了。你要是占手机呢，可能就是要换新手机了。核心是变动。对，抓住这个变动的本质，具体是什么形式的变动，那是次要的，要看具体情况。那牡丹占是不是也是一个道理？它得到姤卦，代表相遇、冲突或者意外之事。是的，他就判断说这个牡丹花会被马踩坏，后来也应验了。那如果比如说我占的是家里一盆盆栽，得了姤卦呢，总不能是被马踩吧？肯定不是，那可能就是被家里的猫啊、狗啊给碰到了，或者你占的是一幅牡丹画，得了姤卦，那可能就是画被撕破了。如果是做牡丹生意的，占到这个，可能就是订单黄了，或者合作出问题了。本质上，它都指向某种损坏，或者是预期之外的破坏、冲突。明白了，明白了。所以这个变通的核心就是要抓住卦象那个本质的类象，就是它背后代表的那一类性质或者现象，而不是死抠着表面的某一个具体事物不放。说得很对，
比如乾卦，它的本质就是刚健、尊贵、圆的，那就可以联想到领导、父亲、金属、头部、圆的东西等等。那空卦呢？空卦本质是柔顺、承载、方的，就可以联想到母亲、大地、布帛、方形的物体、人群。震卦是动，对，震卦本质是动、生长，那就可以想到车、足、声音、雷、快速的行动等等。抓住这个本质，然后结合你问的事情去联想。这样一说就清晰多了。所以我们实际操作的时候，首先不能去背那个标准答案，比如对就是口，要知道一个卦有很多意思。没错。其次呢，要紧密结合你问的那个场景。问工作上的事儿，就多往职场人事那边想；问生活里的事儿，就多往家人日常那边靠。对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得符合常理。像刚才说的，冬天占到震卦代表雷，按常理说，冬天打雷很少见，对吧？不太可能。那这时候就不能死板的断要打雷，更可能的是刮风或者别的什么突然的、动态的自然现象。解读一定要符合现实逻辑。这个符合常理是重中之重，后面还会再强调。好，那我们理解了这种灵活变通的心法之后，下一步怎么去实际判断一件事情的吉凶走向呢？这就得进入书里总结的那个断卦的核心流程了，好像是有4个关键步骤。对，是4个步骤。这个是一个层层递进、综合判断的过程。第一步，也是优先级最高的，是要参考《周易》本身的那个爻辞。爻辞就是每一卦里面具体那一爻下面的那些文字说明。没错，就是那些吉、凶、无咎、利见大人之类的提示语。它能先帮你定一个大方向，告诉你这件事儿大概是移动还是移静。那怎么用呢？是不是抓里面的关键词就行？对，主要是抓关键词。比如说，爻辞里出现了像勿用、有悔、利，就是危险的意思，通常就暗示，最好谨慎一点，或者暂时停一停，可能有风险。如果看到的是利见大人、元亨、吉，那就多半是鼓励你积极行动，或者去寻求帮助。那要是看到无咎呢？无咎一般就表示问题不大，按部就班的做，可能就没什么大的过错。这第一步啊，就像你看天气预报。先知道个大概是晴天还是下雨。明白了，先用爻辞定个大方向。那么接下来第2步应该就是进入咱们今天聊的核心了，看体用生克了吧？对，第2步就是看体用生克，这主要是判断你和这件事情本身它们之间的关系好坏。这个体和用具体怎么分啊？这个很关键，得分清楚。体呢，通常代表你自己或者你关心的那个核心主体。而用呢，就代表你问的那件事、那个环境，或者与你互动的那些人、那些事物。比如你问考试，你就是体，考试这件事儿就是用。你问合作，你是体，那个合作方或者合作项目就是用。问找工作，你是体，公司或面试就是用。你得先问问自己，这件事的主体是谁？客体是什么？明白了，分清了体用之后，然后就看他们之间的那个生克比合关系。这个好像是源自五行，金木水火土什么的。对，源头是五行生克，但咱们不用深究那个复杂的理论，用人际关系来类比就很好懂了。哦，怎么类比？你想啊，有几种情况。第一种叫用生体，这就好比是事情来帮助你，对你有利。比如说考试题目正好是你擅长的，或者面试官对你影响很好，这个肯定是吉利的。这是好事儿。第2种叫体克用，这表示你能掌控局面，你能搞定它。比如你复习得很充分，考试题目对你来说小菜一碟，这个也是吉利的。主动权在我。第3种叫体用比合，这表示你和事情很合拍，步调一致，互相匹配。比如你复习的内容正好就是考题，或者你跟合作方想法完全一致，这个是大吉大利。哦，这3种都是偏吉的，那反过来的情况呢？反过来就有2种不太好的，一种是用克体，这就是事情来阻碍你、克制你，对你不利。比如考试题目太难了，或者遇到意外情况，像堵车迟到，这个肯定是凶的。受阻碍了。另一种呢，
叫体生用，这个表示你需要为这件事情付出很多精力，被它消耗，有点那个泄气的感觉。泄气。对，就是你的能量被事情吸走了，这通常也是偏凶的。它意味着你可能付出很多，但回报却不成比例，或者过程会比较辛苦、劳累。明白了。简单来说，这个体用关系就是看你和这件事是你成就它，还是它成就你，或者是你俩合拍，又或者是互相消耗、互相冲突。对，就是分析这个力量对比和互动模式。书里举过一个面试占卜的例子，你记得吧？好像是得了火地进卦。对，火地进，体卦是离火，代表求职者自己；用卦是坤土，代表面试或者那个公司。五行里火是生土的，火生土，那就是体生用。没错，体生用就是我刚才说的付出型的关系。付出多，回报少。对，解卦就说这个人为了面试会付出很多努力，准备很充分，但是呢，自身力量被卸掉了，结果可能不太理想。再加上当时还有个客应。哦，对，客应。他看到公司门口的盆栽是枯萎的，这个景象也印证了不太吉利。结果呢，确实是没拿到 offer， 好像是那个岗位后来取消了。哇，这个例子很清楚地说明了体用关系怎么用，还有客应的作用。是的，所以说体用生克关系是判断吉凶的一个核心环节。那第三步是什么呢？刚才反复提到客应。对，第三步就是仔细观察一下客应。这个客应啊，指的就是在你起卦前后大概10分钟左右吧，你身边发生的看起来好像不相关的那些小事。比如你突然听到的某个声音，看到的某个景象，甚至闻到的某种特殊的气味等等。古人认为啊，这些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啊，不是偶然。他们觉得这些是跟你所问的事情，跟你得到的卦象是相互感应的信号，能帮你进一步确认或者说校准吉凶的程度和性质。这个听起来，有点玄妙，但好像也有点像我们平时说的预兆或者第六感什么的。可以这么去理解，它有点像捕捉当时环境给你的一个提示。比如你正占握一件事能不能成，突然听到旁边有人大声说成了，或者传来一阵开心的笑声，这通常就是个吉兆。那反过来呢？反过来，要是你听到有人吵架，或者看到什么东西摔碎了、破损了，那可能就暗示事情不太顺利，是个不好的信号。这个刻印啊，它就像一个额外的佐证，尤其是在卦象本身吉凶不太明显的时候，一个清晰的刻印就能提供很重要的参考。但得注意什么呢？关键是它必须是及时发生的，就在你起卦前后那个时间段，而且得是自然出现的，你不能硬把一些不相干的事儿往上凑。明白了，要自然，要及时。好，我们梳理一下。第一步看爻辞定大方向，第二步看体用生克判关系吉凶，第三步看克应做个校准。那第四步呢？第四步叫复验己身动静，就是看你起卦的时候你自己的身体状态。身体状态，对，你是躺着问的，坐着问的，还是站着、走着，甚至是跑着问的？这个状态能帮你判断事情发生的快慢，也就是我们说的应期。哦，这个怎么讲？身体状态跟快慢有关系？关系很简单，也很直观。你的状态越静，事情应验的就越慢；你的状态越动，应验的就越快。越静越慢，越动越快。对，躺着是最慢的，然后是坐着，然后是站着，走着就比较快了，跑着那是最快的。哎，这个有意思，举个例子。比如，同样是占问朋友什么时候到，卦象显示可能会比较快，比如是个正卦，代表动。但如果你起卦的时候是懒洋洋躺在沙发上看电视问的，那可能就得判断朋友实际会晚点到。可如果你当时是正着急地走来走去，或者正跑着去买水果准备招待他，这个时候问的，那可能就判断朋友真的马上就到了。身体的动静反映了事情的缓急。哇，这个角度很特别。好，我总结一下这4个步骤啊。首先看周易爻辞，把握一个大方向，宜动还是宜静，然后看体用生克，判断你和事情的核心关系是吉是凶。接着看克应，
捕捉当时环境给你的信号，做个参考和校准。最后看你起卦时的身体动静，来判断事情发生的快慢。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流程了。是的，这4个步骤构成了判断的基本框架。但是啊，在这个流程之外，还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可以说是极其重要的原则。邵康节先生是特别强调过的。是什么原则？就是占卜论理诀。简单说，就是你所有的判断，最终都必须得符合现实的常理。符合常理，这个怎么理解？常理优先吗？对，你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常理大于卦理。就是说，你通过卦象、体用、生克这些规则推导出来的那个结果，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数。如果它完全违背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现实逻辑和基本常识，这个就是理。那么你这个判断很可能就是错的，或者说你需要调整你的解读方式。这个数不能违背理。这个非常重要，能再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吗？比如前面提过的震卦，它可以代表龙，对吧？这是卦象的数，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人是不吃龙的，这是理。确实。所以如果你占卜今天吃什么，得到了震卦，按照理来推断，你就不能断言说要吃龙肉，而更可能是什么呢？吃那些同样属于水中，形状可能有点长条形的，比如鲤鱼啊、带鱼啊，这些是现实中可能吃的，取其内象，符合常理。明白了。再比如说，震卦也代表雷、树，但是冬天一般是不打雷了，理。那如果你在冬天占天气，得到了震卦，按理来说，你就不能轻易断定要打雷，而更应该断的是什么呢？可能是刮大风，或者其他同样是动态的、有声响的、冬天常见的自然现象。就是说，卦上的解读一定要落地，要符合我们生活了这个客观世界的规律和常识，不能天马行空。正是这个意思。这就要提到那个非常经典的案例了，西林寺匾额战。这个很有名。对，邵康节看到西林寺的牌匾起了一卦，得到的是山地剥卦。你单看体用关系，体卦是艮卦，属土；用卦也是坤卦，也属土。体用都是土，那是比合关系。按规则说，应该是吉利的呀。对，按规则是比合为吉，但是邵康节断的结果却不是吉，而是这个寺庙将会衰败。为什么呢？这里面的理是什么？理就在于寺庙是什么地方？是和尚僧人住的地方，是修行的地方，属于阳性的场所，或者说是正气聚集的地方。而他得到的剥卦，整个卦象是5个阴爻在下，1个阳爻在上。卦辞也讲不利有攸往，是典型的群阴剥阳之象，代表着阴气过盛，剥蚀衰败。一个纯阳的主体寺庙遇到了一个纯阴的代表衰败的卦象。没错，这两者在性质上是完全相悖的，是根本上的不协调、不匹配。在这种情况下，理的判断就压倒了那个体用比合为吉的一般规则。哇，这个例子太有说服力了，它等于是在提醒我们，不能死抱着规则，一看到比合就说吉，一看到相克就说凶，得看这个结果合不合道理。完全正确。所以，当你通过一条流程分析下来，得出的那个结论让你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完全不合逻辑，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警惕了，多半是某个环节，尤其是对这个理的把握可能出了问题。明白了，理是最终的标尺。好，了解了核心流程和这个常理优先的大原则之后，我们还注意到书里好像提到了2种不同的工具，叫先天卦和后天卦。这2种有什么区别？我们平时用该怎么选择呢？这是2种不同的起卦方法，而且它们侧重的分析角度也不太一样。简单来说呢，先天卦呢就是邵康节先生比较常用的那种。它更侧重于通过时间啊、数字啊这些相对固定的先天的信息来转换成卦。它看问题往往更宏观，更注重事物的本质和长期趋势。那后天卦呢？后天卦呢是后人发展的更多的，它起卦方式更灵活，比如用报数、抓东西、看到什么物象等等。得到一个卦之后，通常还会结合时间来确定一个动摇。它更侧重于分析具体事件的细节、变化和短期内的吉凶。所以它们的应用场景不太一样。对，
区别挺明显的。先天卦呢，更适合看那种长期的战略性的问题，比如说看看明年的整体运势怎么样啊，或者这个项目长远来看发展方向对不对啊。后天卦呢，就更适合看那些短期的具体的事情，比如我今天这笔款能不能收回来，明天去谈判过程顺不顺利，结果怎么样。那对于咱们初学者来说，哪个容易上手？一般来说，后天卦的起卦方式，像报数啊，用时间起卦，可能相对更简单，更容易操作一些。所以很多新手会从后天卦练起。那怎么选择呢？主要还是看你关心的问题的性质。你想看个大方向、长远趋势，那可能用先天卦的思路更合适。你想看眼前具体某件事的结果，那用后天卦可能更直接。没有绝对哪个更好，是工具的选择。明白了，工具的选择要看问题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好，那综合起来看，要把这个体用生克真正用好，在实践中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感觉最后一部分体用总结和五行对应，像是总结和细化。可以这么说，最后这部分是对前面所有内容的一个整合和深化应用。首先，它会告诉你，不仅要看体卦和用卦的关系，体卦跟中间过程由互卦代表，和最终结果由变卦代表的关系，也都非常重要。它们一起才构成了一个事件发展变化的完整链条。哦，就像一个故事，有开头，体用关系决定了初始状态，有发展，互卦体现了过程中的互动，还有结局。变卦预示了最终的结果，是这个意思吗？这个比喻很形象，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你要看整个动态过程。其次呢，体卦自身的力量强弱，也就是它的旺衰也很关键。体卦的旺衰怎么看？这个通常跟季节有关系，也就是看当时的五行旺衰。比如说，春天是木最旺的季节，那如果你的体卦是属木的正卦或巽卦，那你的力量就比较强，做事底气就足一些。哦，那秋天呢？秋天是金最旺，如果你的体卦是属金的，比如乾卦或兑卦，那你在秋天力量就强。这个体卦本身的旺衰，决定了你承受克制、把握机会的能力大小。体卦旺，就好比你身体好，抵抗力强，更能成事。明白了。那判断吉凶有没有一个更系统或者更全面的说法，把互卦、变卦都包含进去的？有的，有一个总的原则，可以帮你快速判断，就是凡是用卦、互卦、变卦这三者来生你的体卦，或者被你的体卦所克，或者跟你的体卦是比合，也就是五行相同，通常情况下都是吉利的。生我，我克，同我者为吉。对，这代表你能从中得到益处，生我；或者你能掌控局面，我克；或者过程顺利，同气相求，同我。这些都预示着有收益、可控、过程顺利或者结果良好。那反过来呢？反过来，如果是用卦、互卦、变卦来克你的体卦，那就不好，代表有阻赖、压力、损失。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来耗泄你的体卦，也就是体生用互变。这种情况通常也是偏凶的，代表你需要付出很多，有消耗，或者是付出多回报少，结果不太理想。克我生者为凶。大体可以这么理解，这个原则基本上就把各种复杂的关系都串起来了，让你有个整体的判断。这个很实用。书里好像还特别详细的列出了8个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分别来生体卦或者克体卦的时候，具体都代表什么？那部分信息量好像特别大。是的，那部分内容就是为了让你的判断更具体、更细致。光知道吉凶还不够，最好还能知道吉是从哪里来的，凶又可能发生在哪个方面。提供更具体的方向。对，比如说，同样是用卦来生你的体卦，是吉兆，但如果是比如乾卦代表天、金、官方来生你，那这个吉利可能就来自于官方的帮助、政策的利好，或者是长辈、领导的支持。那如果是坤卦地、土、女性来生呢？那可能就代表你能在地产、农业方面得利，或者得到母亲、女性贵人的帮助，或者事情比较稳妥，
如果是坎卦，水、智慧、沟通来生，那可能是在沟通、策划或者与水有关的流动性的事情上得力。明白了，不同的卦来生代表吉利的来源和性质不同，那克体凶是不是也一样，有不同的来源？完全一样。比如乾卦，来克你的体卦，那你就要注意可能来自官方的压力、政策的限制，或者跟长辈、领导关系紧张。那要是对卦口舌破损来克呢？那就要特别小心口舌是非、官司诉讼，或者物品损坏、金属伤害等等。如果是里卦火、文书、光明来克体，那可能要注意合同、文书方面的问题，或者眼睛、心脏的锚定，甚至火灾隐患。哇，这个对应确实很具体了。对，了解这些具体的对应关系，能让你的分析更有指导性。你知道该去抓住哪些机遇，又该去防范哪些方面的风险。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初学者来说，也不用强求一下子把所有这些细节都记住。先抓住那个大原则，生我者为吉，克我者为凶，然后结合咱们前面反复强调的常理去判断，其实就已经非常有用了。好的，今天我们确实是深入的探讨了梅花易数里面体用生克这一套核心的逻辑。聊下来，感觉它好像真的不仅仅是一种占卜方法那么简单。确实是这样。它更像是一套，怎么说呢？分析事物动态关系的思维模型。思维模型？对，你看，它教我们首先要分清主体，也就是体，和客体，也就是用，然后去分析它们之间那个力量的互动关系，生克比合，还要关注过程，通过互卦来看，和最终的结果通过变卦来看。同时呢，还要留意环境给出的信号，也就是克应，并且最重要的一点，始终要用现实的常理，也就是论理，作为最终的检验标准。这么一梳理，确实是一套挺完整的分析框架。是的，而且这套思维方式啊，广泛的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去。哦，比如说呢？比如说你在分析一个工作机会的时候，你可以把自己看作是体，把这个公司和职位看作是用，然后你去评估这个工作对你来说是生我的，比如平台很好，能帮助你成长，还是克我的，比如压力过大，要求你无法胜任，或者是我生的，你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但可能回报一般。这个角度有意思。对吧？分析一段感情关系，其实也可以用类似的思路。你把自己看作体，对方看作用，或者把这段关系看作用，然后去分析你们双方是互相滋养、相生比合，还是互相消耗、体生用，或者是互相克制、相克。这样一想，确实很多场景都能套用这套体用生克的分析思路，帮我们理清关系，看清利弊。正是如此。所以你看，邵康节先生他自己也强调，占卜之道要变通，得变通之道者，在乎心意之妙耳。真正厉害的，可能不是死守那些规则条文，那是什么？而是在于培养一种能够灵活变通、紧密联系实际、洞察事物关系的本质能力，能看清楚趋势，能理解利弊。或许这才是体用生克这套东西最想传递给我们的智慧吧。确实是这样。那最后我们留给听众朋友们一个思考题吧。在你下一次面临重要选择的时候，无论是工作上的决策、生活中的困扰，还是人际关系的处理，不妨试着有意识地运用一下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框架，